道奇挑战者在下坡弯后使出巨无霸的招式骑上奔驰，不过甩出赛道太可惜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阿俊车剧场，好几天没解说我的小车比赛了，今天一起来看拉力锦标赛小组赛首轮的最后一场较量，由 D 组的德国队奔驰对阵美国队道奇。那么上轮经过一番鏖战 ，D 组的法拉利凭借着 F40独砍18分的劲爆表现，以22-16的比分力压种子队伍丰田，暂时排名小组第一。不知道今天两组选手能否对榜首发起冲击？首先来看一下双方的参赛车辆，奔驰这边两位西装匪徒500E 和560 SEC 均为奢华低调的性能轿车，而道奇这边则是两位暴力美学敞篷蝰蛇以及挑战者。从小组赛首轮已知的战绩来看，德国队和美国队是处于相对弱势，所以今天双方都是卯足了劲，势必要挽回各小组头名被日本和英意联队霸占的局面。那我们赶紧进入今天的比赛。4辆赛车顺利起步，挑战者在跳脱后骑上护栏，回正后失误发生侧翻，率先退出了比赛争夺。这边奔驰560率先出弯抢到第一，降低车速压制一波蝰蛇，500E借机连超两车来到第一名。奔驰这波配合太溜了，但是看到后方蝰蛇正以飞快的速度咬了上来。看看终点前，500E 稳稳落地，拿下本轮第一。560落地发生连续侧翻，看看蝰蛇有没有机会超过，好像是顶着560一起冲过了终点。来看一下回放，奔驰在雪地路段展示了精妙的团队配合，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顺利取得领先。终点前再来看一下560落地侧翻后还在继续滑行，由于是宽体大车，蝰蛇落地后已经没有什么余地可以再进行超车，最终只能取得本轮第三。那么本回合过后，在劣势路的奔驰却以8-2的优势领先，看看第二回合道奇这边要如何调整。第二回合开始，两辆奔驰稳稳落地，直到上560突然掉头继续阻击蝰蛇，没有问题，目前还是两辆奔驰领先。挑战者突然骑上了506，什么？再来看下，好在560的后备箱质量足够坚硬，随后利用突然进入弯道的惯性，直接将挑战者甩出了赛道。这下道奇更难了。回到比赛中，两辆奔驰保持着良好的队形，最后跳台都没有发生失误，再次包揽了前两名，而蝰蛇则仍旧以第三完成比赛。不得不说，两辆德国战车虽然绝对速度不快，但是同时兼顾了稳定性与对抗性，而美国队则再次仅一车完赛。那本回合后，奔驰在上半场就已经将比分差距拉大到了12分，感觉这次锦标赛里终于要有一支德国车队崛起了。来到第三回合，这次道奇在跳台没有失误，哎呀，可惜在进入交汇弯时太急，没有分配好顺序。奔驰这边抓住机会，再次抢占了前两名，难道又是一边倒的局势吗？并没有，560和挑战者抓住500E的失误，双双完成超越。挑战者似乎是在弯中出现了打滑，来到终点前，560依旧稳健拿下本轮第一。再看下后方，跳台后挑战者蛇皮走位挡在了500E之前，拿下本轮第二，500E则收获第三。来看一下回放，500E在落地后翘头使出巨无霸，不过被挑战者挣脱开来，最后横在500E之前守住了美国队最后的尊严。不过还是不能避免奔驰进一步扩大优势。本回合后双方比分已经来到了23-7，最后一回合道奇只能为荣誉而战了。好的，比赛继续，进入交汇弯，势均力敌，蝰蛇突然加速抢到第一，不过很快又被560超了回去。挑战者也上升来到第二，来到下坡弯，蝰蛇利用护栏强行过弯上升一个排位，这过弯丝毫没有任何减速的意思。而500E也在树林里超过了挑战者，进入最后的争夺。500E落地后发生翻车，蝰蛇继续油门焊死拿下第一。最后这是发生了什么？来看一下本轮回放，在雪地直道，双方演绎了一场史诗级的对抗，连续的上演超越与反超越。而在终点线前，两辆奔驰双双翻车，把整条赛道全部都给堵死。挑战者无奈被挡在了终点线前，所以本轮仅有蝰蛇一车完赛拿下5分。但是之前落后的太多，还是无法避免以12-23的大比分输给了奔驰。让我们恭喜奔驰守住了德国队最后的荣耀，同时也超过了法拉利，暂时位列 D 组榜首。那么下一期开始将进入各小组的第二轮比赛，由各小组的胜者之间和败者之间进行较量，决出小组的出线队伍。同时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，记得点赞关注。那我们下轮美国队福特对阵英意联队 F1 代表队再见，拜拜。